我願意嫁給姐姐，哪怕是做妾。我姐端茶的手一抖，我爹嘴裡的茶噴了3尺遠。你发什麼神經？两眼一睜，我又重生了。這已經是我第4次聽到宰相老爹問我想嫁給誰了。第一是我選太子，三皇子篡位，我被一把火烤了，走得很安詳。第二是我選三皇子，太子登基，我喝了毒酒，走得很痛苦。第三是我腳踩2條船，結果硬生生把我你那柔弱不能自理的庶姐逼成了一代女皇。太子發現我是渣女，又拉着我和三皇子一同負了皇權。我做了如此多的選擇，卻怎麼也過不好這一生。我領悟了一個道理。姐姐選誰，誰登基；姐姐不選，她稱帝。姐姐才是絕對的大女主。所以這次我勇敢說出，我願意嫁給姐姐，哪怕是妾。我爹眉頭緊擰。你發什麼神經？我一把抄起2份聖旨，塞到他面前。他目光游移到爹娘身上，神色不安。我爹嘆了口氣，示意他先選，剩下歸我。我姐最善察言觀色，唇角勉強牽了牽。那就三皇子吧。我娘臉上閃過一絲算你識相的神情。我點點頭。三皇子雖是庶出，配我姐差了些，但那張臉生的俊美，給姐姐當個伴倒也不虧。這話僅代表你個人，與本府上下無關。我娘險些被茶水嗆死。我還沒完，我把太子的聖旨隨手一割，我爹眼疾手快搶進懷裡，眼神戒備的像防賊。我揚聲喚人，來人，把我的陪嫁全添給我姐，再把我的名字寫進她陪嫁單子裡。我娘瞪圓了眼，你要做什麼？我姐也愣住了。你要同我嫁一個人？完了，她誤會了。我正色道，姐姐，格局打開，我只是想應聘你的陪嫁丫鬟。沈清慈那雙好看的眼睛裡滿是困惑。我舉起3根手指，從今往後，我沈清歡便是姐姐最忠實的追隨者。隨即湊近他耳畔，壓低聲音，另外，府裡你看誰不順眼，告訴我，我把他們全打發走。茶杯從我娘手中滑落，碎在地上。哪有庶女出嫁嫡女陪嫁的道理？我立刻擋在我姐身前，生怕那碎片飛過來傷她分毫。我娘疼我，卻不喜我姐，因為我姐是外室所生。我爹抱她回府那日，我娘氣得臥病3天，偏生我姐長大後出落得比我更美，我娘便認定那位早逝的外室定比她好看，心裡愈發不痛快。我當即跪下，我求你了，讓我留在姐姐身邊，否則……我環顧四周，爬到柱子旁，一把抱住，否則我就撞上去，您看着辦。那邊都別嫁了，全給我留家裡。我娘氣得豁然起身，最終一掌拍定。我爹素來惧內，這回竟敢說不成。青瓷想嫁還可嫁，清歡情況特殊，就算了。我溜到爹娘身後，雙手高舉過頭頂，給我姐比了個大大的愛心。憑我巔峰時期能同時拿捏太子和三皇子的本事，我還搞不定這個女人。我姐猶豫片刻，眉心微蹙，算了，我也不嫁了，免得刺激妹妹的病。我當即送出一個飛吻。沈清慈一怔，提起裙擺，轉身便跑。我爹拒絕了皇帝的賜婚。皇上，賜婚恐怕不行，相府嫡女狀況特殊，格外依戀庶女，這種拒婚理由聞所未聞。設宴，於是讓皇后準備宴會，把我和我姐都接進了宮，要看看是不是真的。皇后把我和姐姐叫到了跟前。本宮聽說丞相的2位女兒被稱為京城雙一，果然名不虛傳。什麼雙氏，聽起來就不太順耳，我早就讓人去改了。改成我姐沈清慈是京城一姐。那你呢？我是姐姐的小寶貝啊。沈清慈面色尷尬，但她用盡全力也推不開我，只好笑了笑。到了貴女獻藝環節，沈清慈自幼愛情，技法精湛，一曲終了，餘音繞梁，在場眾人久久不能回神。皇后感慨：前朝孟皇後的江山曲早已失傳，沒想到青瓷竟能還原到7分。姐姐起身施禮，落落大方。輪到我了。本宮記得去歲清歡的綠腰舞可是壓過京城各家貴女。是的，我擅長跳舞，我決定讓他們開開眼界。皇後娘娘，諸位姐妹，清歡最近為我姐姐新編了一支舞，有人伴奏，我拒絕了，因為我要帶来的是唱跳節目。姐姐是我的女神，姐姐是我的向往，好像命運的巨輪讓我漸漸的沉淪。做姐姐的小寶貝，喜歡姐姐是絕對。想和你去約會，姐姐永遠第一位。是姐姐的冷酷讓我心跳在加速，像亂撞的小鹿，願為姐姐去奔赴。笑容洋溢，聲音歡快，裙真仙，全場都沉默了。齊刷刷看向我姐，我姐回過神來，臉頰飄紅，抓起團扇遮住了整張臉，扇子後面傳來含糊的聲音：唱得挺好的。何止是好，我可是老熟練功了。前幾世太子和三皇子都聽過我唱的哥哥版。可惜那2人辜負了我的期盼。皇后說我的表演頗有新意，邀請我留在宮裡小住，我不太樂意。除了我姐身邊，我哪也不想去。
我姐看出我的忐忑，替我向皇后解釋：娘娘，吾妹清欢身體抱恙，還要留在家養病。皇後不再強求，賜了我好幾杯酒。我喝得昏昏沉沉，就出去吹吹風。剛走到殿後，就被人拉到了角落。沈清歡，你真的狀態不對。太子蕭衍突然出現，我酒醒了大半，猛地推開了他。但是按照原來的時間線，此時我和太子並不相識。他現在這個表現不太對，我盯他半晌，試探問道：“太子哥哥，你記得我？你也重生了？”什麼叫我也？我都重生重習慣了，看到他，無異於看到麻煩，又找上我了。你要做什麼？我還不想再出意外。蕭衍要和我重新開始，他說的鄭重又認真。清歡，上輩子你嫁給三弟，他讓你出了事，上輩子你與他關係親近，下場淒慘。這次你嫁給我吧，我們之間再也沒有那個多餘的人。我不敢相信我聽到了什麼。等會兒，明明有3事，你卻只記2事。咱就是說，影響你占據道德高地的，你是一點都不記得。蕭衍睜大狗狗眼，聽不懂你在說什麼。我還是婉拒了蕭衍。是這樣的，太子哥哥，我平君每一世有1個夫君，上一世有2個，這一世就休息休息。他目光一偏，看向我身後，突然將我拉進懷裡，直勾勾地盯着我。那你說，你喜歡我，還是喜歡那個多餘的人？這是要怪我？上一世嫁給太子，再和三皇子往來過密，給蕭衍留下了心結。我剛想說，那當然是喜歡他，身後傳來一道清冽的聲音：“當然是喜歡我。要是喜歡皇兄的話，還有我什麼事呢？”我一回頭，那位三弟蕭恆來了。蕭恆立在檐下，笑盈盈的挑眉看我：“皇嫂，上輩子你嫁給皇兄，身陷火海；上輩子你和我也因他而出了意外。這次你嫁給我吧。”行吧，他也選擇性記憶了。男人怎麼重生也這副德行，主打一個凡不利於我，我都不記得。我看了看他倆，你們有沒有想過，把彼此的記憶合起來，就可以得出結論，你倆都不太適合我。蕭衍和蕭恆四目相对，過了一會兒，二人異口同聲道：“他說的話不可信。”這兩人一點勸都聽不進呢。不好意思，二位，我誰都不想嫁。我才走出2步，雙手手腕被二人攥住，往後用力一拖，我被重新按回到柱子上。蕭衍眉頭深鎖：“不行！”堅決道：“你要選一個。”蕭恆勾了勾唇，笑得風流輕佻：“不行的話，你選2個也行。”蕭衍瞪他：“你也太沒原則了吧！總想摻和別人的事兒，有癮是吧你？”別人摻和當然不妥，我摻和是傾國之戀。說起來，我還挺喜歡蕭恆這個調調的。啊呸！我想什麼呢？回頭草可以吃，但要命的不行。我左右為難，但堅持不選。蕭衍和蕭恆目光幽怨，握緊我的手腕，離我越來越近。不遠處傳來腳步慌亂的聲音，打斷了我。我慌忙站直了。蕭衍和蕭恆護在我身前，皇後和我姐等一行貴女撞見我們了。眾人面面相覷，交頭接耳。我姐臉色都變了。清歡，你怎麼和太子還有三皇子在一起？我慌了，我裝的。一看蕭衍就是故意在此堵我，想要当众逼我嫁給他。但我已經不是第1世的沈清歡了，我是扭顧啦發瘋清歡。哼，真正的勇士敢於直面吃瓜群眾。你們都想得太簡單了，光天化日，他們倆把我堵在這裡，看不出來嗎？他們在為難我。我把2位前夫哥推開，跑到我姐身邊，哭得抽抽搭搭。大家都看到了，我沒動你，沒罵你，頂多是舉止親昵，怎麼為難你了？真正的為難都是不動聲色。我看向眾人，抿緊嘴唇。太子殿下把我攔在這裡，他說。我欲言又止，等待現場吃瓜情緒達到頂峰。有人忍不住問：“他說什麼了？”蕭衍饒有興致的挑眉，期待我能說出什麼來。實話實說，我是不敢的，但誇張一下，我是敢的。他說不讓我去方便，非要我當他的面，我不要面。
眾人皺眉，看向萧衍，声连成一片。这也太刁难人了吧！你編造也要有底線吧？我繼續強力輸出。大家都知道，最近我精神出了點狀況，但那我也是相府嫡女，我爹兩朝元老，他竟敢欺我至此！我趴在我姐的肩頭，低聲哭泣了起來。众人被帶起了情緒，皇后率先回過神來。那三皇子在這裡幹什麼呢？他說，既然哥哥可以，那弟弟也可以。我沒這麼說過。沒想到蕭衍不肯獨自被說閒話，要拉別人一起。我作證，他是這麼說的。皇兄，你太過分了，你怎麼能逼着人家小姑娘？这人，我忍你很久了。皇兄，你看看，你又着急了。是蕭衍先動手的，最後他倆打了起來。我們都看戲看入神了，連皇後都忘了拉架，直到傳來暴怒的一聲：“成何體統！”皇帝怎麼來了？我們全體跪伏在地。皇后把事情簡略地和皇帝說了一遍，最後和皇帝附耳幾句。我估計他是說我真出狀況了，因為皇帝聽完以後，就將目光投向我和我姐。宰相的兩位千金，抬起頭來。皇帝和我父親年歲相當，但很有上位者的威嚴，周身俱是威壓。他將目光停在我姐臉上。你叫什麼名字？我姐與皇帝對視，啟唇緩緩道：“臣女沈清慈。”氣氛謨得微妙起來。我怎麼感覺皇帝看上我姐了？難不成我姐前3世走的是獨美路線？看來我還是格局太小了，輸得不冤。我和我姐還是被迫留在了皇宮。皇帝讓我們給二公主當伴讀。我本想說，就我這個精神狀態，當公主伴讀是不是太冒昧了？但皇帝好像完全看不到我。準確來說，連皇後的臉色他都看不到了。我猜他滿腦子都是 BGM， 難道朕又心動了？二公主蕭令月是後宮隱形人，性格怪異，連門都很少出，天天窩在床上睡覺。前幾世我還想和她搞好關係，她一見我就跑，就跟我是麻煩似的。惡毒女配，別沾上我！退！我再敢扒拉她，她就大喊退！前3輩子蕭令月都沒找過伴讀，這一世她從床上起來，看見我和我姐，揉了揉眼睛。起猛了，女主和女配都來我家了。她拉上床巾，翻了個身，繼續睡覺。我想去叫醒她，我姐拉住了我，我和我姐就站着等。等到日落西山，蕭令月醒了，她披散頭髮，發出尖銳爆鳴。天哪！我在家裡睡覺，劇情還能找上門來。宮女和她說我們是來伴讀的。我根本就不讀書，伴什麼？伴我睡覺？伴我睡覺嗎？蕭令月無語至極，他把我和我姐安置在了左右廂房，還貼心的讓人做了指示牌：找沈清歡請進門左轉，找沈清慈請進門右轉，找本公主請掉頭出去。蕭令月很是滿意，但又想到了什麼。他忐忑地問我們：你們對誰住左邊，誰住右邊，會介意嗎？不介意啊。那就好，我怕你們動不動就叫起勁來，萬一誤傷到我，就不好了。他站在門口打量我們，露出欣慰笑容。好了，該幹嘛幹嘛去吧，沒事不要找我，我有起床氣，有事更別找我，找我沒用。聽懂了。總之一句話，別來煩他。我和我姐都表示會安分守己。蕭令月轉身進門，放心地伸了個懶腰。我在家裡睡覺，就不會被打攪了。黃姐，你要不要來放風箏啊？蕭恆來找我放風箏。不來，請回吧。蕭令月把被子蒙過頭。沒半炷香，蕭衍聞着味，就來攔我和蕭恆了。誰讓你們放風箏的？不許放！皇兄，你管不着，我偏要放。你們不要再吵了，要吵出去再吵啊！蕭令月面無表情，抄起剪刀就衝出來了。風箏線被剪斷，風箏也沒贏了。好了，這個世界終於清靜了。他微眯着眼看向我們，
眼眸發出寒光。你們能不能創新點？比如說，用哑剧这种新形式呈现三角關係。他性情太詭異了，我們三個都不敢作聲。蕭凌月又去睡覺了，但沒過多久，皇宮放起焰火。蕭凌月推開窗戶，徹底抓狂。你們三個都在這裡，還有一個人呢。對啊，我姐人呢？御花園的湖邊，皇帝和沈清慈在看焰火，場面足夠隆重，但氛圍實在夠不上曖昧。沈清慈站得離皇帝老遠了，在他們身後5米之外，圍滿了數十名太監宮女。我們躲在不遠處看戲，我看向蕭衍和蕭恆，採訪兩位，看到前妻和你父皇賞景，是什麼感覺？別誤會，我和你姐是合作關係。我就不一樣了，我和你姐本就沒有什麼關係。我的小三哥，你永遠遙遙領先。蕭衍的白眼都翻到天上去了，末了他補了半句：我也一樣。對，誰問你倆了？我更關心那眾星拱月的倆人。我的姐啊，你要是這輩子嫁給皇帝，就是我不能給你當陪嫁了，大不了再重來一回。我也不是什麼都吃得下。蕭凌月讓人給皇後通風報信，敢打擾我睡覺，你算是碰到硬茬了。我知道皇帝為何喜歡沈清慈。前朝兵變覆滅，先帝西逃，後被叛將誅滅。孟皇後不肯逃，她性情剛烈，自宮牆縱身而下。那時皇帝遙遙見過一面，或許是初見即永別，或許是那場景來得太震撼。皇帝視孟皇後為心中朱砂，而沈清慈和孟皇後長得很像。皇后很快就趕到了，3個人影交錯疊映。沈清慈先行告退，皇后和皇帝爭執起來。你不想法？皇後是武將之女，和皇帝青梅竹馬，並不是政治聯姻，所以在皇帝視角是天降白月光，在皇後視角是心中生芥蒂。皇帝拂袖而去，皇後一人被留在了原地。巨大的焰火綻放在夜空裡，轉瞬即逝。湖面潋滟，人影寂寂。離去的那道清俊身影又繞了回來。沒過多久，帝後不和，連帶皇後的家族都受到牽連。劇情開始了。我姐稱病不出，蕭凌月坐在廊下觀天。我從她身旁經過，她面色遺憾道：“惡毒女配又要出局了。”我真服了，她能不能在心裡說啊？這很打擊我的生存熱情呀。我停下腳步，請教二公主，我怎麼樣能不出局呢？我送你4字秘訣：遠離男人。言簡意賅，我請蕭凌月幫我個忙。我把蕭衍和蕭恆都約到了湖心亭。對不起，太子殿下，我不喜歡你。父皇和母後快過不下去了，你把我叫過來，就是為了和我分開。我只能說，對於你的遭遇，我深表同情，但我真不喜歡你。蕭恆幸災樂禍，我白他一眼。你要跟你也分開。他不信。你不喜歡皇兄，你還不喜歡我嗎？確實，不喜歡蕭燕很合理，但不喜歡蕭恆就說不過去了。還好我早有準備。對不起，我在男人身上吃了太多的虧，我現在改了，我現在喜歡的是女子。蕭凌月伏在我肩頭，配合着我，嬌俏眨眼。蕭恆愣怔住了。皇姐，你搶我！顷刻間，蕭衍轉悲為喜。有道是天理循環，這就叫三人行，終被三人誤。蕭衍生拉硬拽，把蕭恆弄走了。這回應該萬無一失了吧？接下來的3個月裡，宮裡的大事一個緊接着一個。皇後被冷落，蕭衍也被禁足。皇帝不顧前朝後宮反對，要立沈清慈為貴妃。沈清慈抗旨，民間流傳沈清慈是前朝皇室遺孤，是孟皇後的親女兒，以燕北為首，不少忠於前朝的勢力掀起叛亂，天下動盪。
皇帝的寝殿掛着一幅孟皇後的畫像，紅衣女子跃下城牆，凄美决绝。皇帝望向那畫，目光出神。朕希望能在你身上重现孟皇后的风采。他把匕首扔到沈清慈脚邊，給他2個選擇：一是否認皇室身份，入宮為妃；二是效仿孟皇後，以身殉國。我若是都不選呢？那朕就先讓你恩人的女兒付出代價。一個字，點。本人至現在就是很服氣。我睡得好端端的，被人給綁了過來，防得了兒子，防不了老子。沈清慈沒有接那匕首。你以為我妹妹會是畏懼之人？是嗎？皇帝看我，我戰術性耳聾。什麼？我沒聽見。我還想再享百年安寧。沈清慈站起來，指着那畫像。你從未與我母後相識，也不知她殉國是為掩護我出逃。你所謂的愛慕，就是對美人的想象罷了。正因從未相識，朕才確信是仰慕她的氣節。遙遙一見，一世聰心。如同所有的正反派會面，他倆一言不合就辯論了起來。我偷偷撿起匕首，割開束縛手腳的繩索。我正開心呢，發覺周圍都安靜了。你這是想逃？皇帝的聲音從頭頂傳來。我猶豫半晌，握緊匕首，站了起來。好了，吵什麼吵？就這麼一點事，我來效仿孟皇後自裁，行不行？皇帝說不行，他說我氣質不行。我有一點點生氣了。說來說去，你不還是看臉？就算是孟皇後，如果她身形豐腴，從城牆上躍下，你還會喜歡她嗎？你只會讓她離遠點兒。一句話，讓皇帝喊出8個暗衛，要當場讓我消失。煩死了，又要結束了。下巴重開，我要皇帝付出代價。利刃的寒光閃過我的眼前，我不由得閉眼，耳邊傳來凌厲風聲，緊接着有刀劍落地。我一睜眼，沈清慈用手握住利刃，鮮血從他的手心往下淌。姐姐，你的手……我沒事。樹枝羽箭刺入，將暗衛釘在各處。皇後帶着蕭令月出現在門口，他們身後還跟着一位年輕的將軍陸雲慈。我在前3世和這人都有一面之緣，每次我彌留之際都是他帶人趕到，但只來得及給我處理後事。我並不認識他。那人也看到我，眉頭一皺，快步走過來。難不成是我的天賜良緣？我的心懸了起來。沒想到他從我面前徑直經過，腳步毫不停留。青瓷，你沒事吧？我剛伸出手，尷尬地摸了摸脖子。是姐夫啊，那沒事了，差點又離麻煩不遠了。沈青瓷親手處理了那幅畫，他讓皇帝付出了代價。當然在這之前，他也給了皇帝效仿偶像的機會，但皇帝對自己下不了手。沈青瓷看起來柔弱，動手卻很利落。3個月後，沈青瓷於宮中稱帝，我爹封無可封，我娘得了誥命，我就成了長公主。皇帝名義上被送到行宮靜養，實際上已不在人世。皇后和皇帝和離，重回舊職，去做了女將軍，就剩下皇帝的3個子女沒有去處，令人犯難。沈青瓷專門把我叫了過來。那2個你要接手嗎？什麼東西？不理解。前太子和3皇子啊，我記得當時你們有點關係。沈青瓷抬眸看我，不像是在開玩笑。他說那時我撒謊說是為難，但後來也沒去方便，他就知道我是找借口了。這都過去多久了，他記性還真好。我不要。我瘋狂搖頭，我有被這2人害過的心理陰影。沈青瓷微微挑眉，好像很失望。好吧，那我要想想是怎麼處置，還是找個地方安置。皇姐，那2公主呢？有人提議送去和親，我還沒想好，你覺得呢？蕭令月伏在窗前聽雪，我坐到了他對面。大白天的，你怎麼還起床了？他抬頭看我。其實我睡那麼久，
是有原因的。萧凌月說她是穿书的，穿成嫡庶文的背景板。我姐是这本书的女主，我是負責较劲的女配。而关于她的剧情被一笔带過，就是被送去异国和親。她望着窗外的雪景，所以我想以后都睡不太安穩了。我很好奇，你既然早知道，为什么不做改变？毕竟我这注定要出局的女配都努力地活了下来。我以为她会敷衍我，但她很认真地回答了我。其實怎麼說呢，女主也好，女配也好，都有堅韌的心智，你們面對逆風也絕不放棄。但我只是普通人，別說穿書了，就是面對我真正的人生，我也常常會選擇倒頭就睡。突如其來的悲觀讓我措手不及。我以為你睡得很安心。不，我睡得很不安。他雙手捧着下巴。那如果我找到替你和親的對象，你是不是就會振作起來？不會是你吧？蕭凌月頓了頓，遲疑道：當然不是。為什麼是我？幽靜中的蕭衍接到了和親旨意。你留在這裡也是受限，讓你發揮下作用。我這是物盡其用。為什麼不是蕭恆？他也有他的去處。我看他情緒挺激動的，還是先不要說蕭恆在他的陪嫁裡面了。你真的忘了我嫁給你的那一世？你失敗了，我要逃走，你要我陪着你一同面對。怎麼說呢？我不想面對，僅此而已。我準備走了。我只是不想你和別人在一起。果然記得，想想還是不快。因為在我這裡，情義誠可貴，生命價更高。但我懶得和他掰扯。都過去了。若是有什麼感情賬，我都重來3回了，也該翻篇了。我希望他見到蕭恆，也幫我轉達一下。我還會再見到他。蕭衍疑惑。對啊，某種程度上來說，他們會共度餘生。聽說蕭衍在和親隊伍見到蕭恆時，無言佇立了很久。什麼叫兜兜轉轉還是你啊？蕭恆倒是淡定多了。本來上輩子我們仨在一起多好，皇兄非要讓我和皇嫂嫂離開。現在好了，皇嫂不要你了，但我還在。他倆都去了異國的大王女那裡，在很多年以後聽說，還是蕭恆更受看重。蕭衍又落於下風了，沈清慈快要成婚了，姐夫就是那天率兵來救我們的男人，燕北王世子陸雲慈。難怪蕭衍和蕭恆和我姐都沒什麼感情，原來是我姐早有命定之人。陸雲慈姐夫不怎麼喜歡我，蕭凌月提醒我，雖然我暫時渡過難關，但插足男女主感情是沒有好下場的。我又不喜歡陸雲慈。那你初見他時那種眼神，那是因為我誤會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了。現在想來，就算是前3世，沈清慈也沒忘記照拂我，一定是他讓陸雲慈趕去救我，只因陸雲慈是他最信任的人。可惜我作為對照組女配比較不走運，3次都沒來得及。不得不承認，沈清慈人設比我好。我3天2頭去找沈清慈，暗示他不要有了夫君忘了妹。每次遇見陸雲慈，他用看情敵的眼神看我。姐姐，姐夫是不是不喜歡我呀？沈清慈接過我的茶，讓我別胡思亂想。但是陸雲慈和我越來越不對付。他說我是小綠茶，我說他是小氣鬼。直到下面的官員給我姐選送了好多侍從，我和陸雲慈的關係才緩和了下來。沈清慈要找我幫忙。我與雲慈相識於危難，他沒有容人之量，向我提議由你來幫我安置這些人，你意下如何？世上竟然有這種好事！我捏着茶杯，指尖轉過杯沿。姐姐，這不太合適吧？我剛當上長公主，別人會不會說我行事不妥？先假裝推辭一下。你何必在意別人的看法？人活一世，不必滿足旁人的期待。把玩茶杯的手被他雙手攏住，我一時怔住了。清歡，我不知你因何總是畏首畏尾，但人要追求自我，就要將自己置於議論之中。如我母後殉國，傳為美判；皇后夜開宮門，被人議論；二公主不拘小節，人不理解。我登基為帝，也任由後人評說。但無論好壞與否，都與我們本人無關了。已經到了可以追求自我的時候嗎？他點了點我的手背，輕輕收回了手。我只問你喜不喜歡，若你不喜，
我再去問問二公主。她一言不合就要走人，我连忙拉住她的手腕，快步拦在她面前。别啊，你别打扰二公主了，她忙着在家休息，真的很忙。我觉得这种事虽然我不情愿，但还是应该我来分担，我願意为姐姐分憂。那我知道了。次年3月，沈清慈和陆云慈成婚了。沈清慈为我建了公主府，萧令月去我的府上玩。你这姐姐对你也太好了，送宅子还附赠良人，是不是已经没有煩惱了？其實我也有煩惱，人實在太多了，我都認識不全，安排不過來了。那你分我幾個唄？那我也不想分開，我分開的話，他們還要遣返原籍，多傷人心呢。沈清歡，我是讓你分我幾個。蕭令月盯着我看，以我們的交情，你不會不肯吧？我握拳抵在嘴邊，輕咳了咳。這個事啊，我們講不是說不辦，但是呢，沒有說沒有任何一件事我們談說一定怎麼樣，說不行嗎？也不是，我們講事在人為啊，我們可以想辦法啊，可以想辦法。這樣，你晚一點，咱們到時候呢，你再看一看，對吧？對吧？見色忘義。蕭令月說我見色忘義，我不覺得這是單純的貪心，這是上天對我3輩子波折的補償。這一世，我打算不婚不育，保平安。屬於我的人生，終於真正開始了。